好，老公又来了，又来了哈。每次选举前，老公就要来哈，然后呢就替民进党助选啊。现在来什么呢？他这4大运，也不是学生的运动赛哦。学生运动赛呢，这个台湾的做法就是得到什么奖了，金牌、银牌、铜牌，那他们就是发一个贺电，他们就会宣布个贺电，给这些学生一些鼓励哈。结果呢，这个中国的选手呢是他们2个去抢。贺电还去贺电有什么好抢的？你不是很无聊吗？去抢，因为跆拳道我们拿了这个银牌了哈，去抢。后来我说，那他是因为他跆拳道被我们打败了，所以他生气吗？说不是，是因为桌球被我们打败了。因为老共最重视桌球了，他觉得桌球哇，你这么那个时候什么桌球、乒乓球外交什么从桌球开始，他说桌球都是他们的天下，怎么被我们拿个团体冠军呢？生气因为说余恨未消所以呢生气。所以要来抢那把贺电抢了还不准喊台湾加油所以当然这个体育署就说你这个不要借着说是奥会模式伤害了台湾而且连续挑衅那另外呢赖清德也说严厉谴责可不可以被大陆这样打压呢周荣泰也说看看中共是口蜜腹剑虚情假意说要对你们好，结果呢就这样对你们那民众也站出来说，这叫做野蛮，而且没有运动家的精神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这样2天就要罢免投票了，你出这个，当然，我相信他抢的人也不知道你台湾在搞什么选举，他不会知道你搞什么罢免，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了。但是呢，会不会影响到民进党？因为像捡到枪，把它大做特做嘛，所以呢，朱立伦就出来说呢，对红共在台湾外面骚扰，绿共在里面斗争，统统不同意。那所以呢，不应该抢我们4大运的给选手的贺电那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每一个这次被罢的立委，通通出来谴责了，所以也不敢不谴责，大力的谴责。卢先生说叫做蛮横打压骚扰然后呢，蒋万安说暴力无法抹灭台湾之光然后呢，国民党也谴责中共要说呢，要国人应该团结，不要在内部找敌人。我们看一下。你要干什么？不用抢我们的东西。你要干什么？不用抢我们的东西吗？德国世大运，中华队跆拳道男团开心获颁教育部贺电，结果下一秒，为什么抢什么？为什么要抢啊？抢什么？和解完了，违反了违反哪里规定？那中华台北哪里违反规定？违反哪里规定？你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中华台北吗？一名身穿中国字样外套的男子就这么拿着手机硬闯，被拍摄员挡下后，另一名戴眼镜的女头伴立刻冲上前，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我们要向我告诉你，你们把金牌我们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大陆代表团怒呛，要看贺电上是否写中华台北。记者与体育署人员则围成人墙阻挡，但冲突还没停。跆拳道在这个颁发贺电的过程呢，其实现场呢是有大陆官方人员呢对我们这个发生了推挤这次世大运中华队男团一路过关斩将，拼到连赛服都被撕破，最终拿下银牌。没想到好好的颁奖仪式被闹场，选手都相当错愕，愣在一旁。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中国队这么不明的犯罪行为。好吧，这个老共这2个家伙真的是无理这个无聊无理胡闹而且呢，这个是非常的蛮横了我觉得这个他们大概也想表个功了回去说你看我干了这个事情了，我这2个回去，这个中共当局应该好好的严厉处分他们，处分给我们看看你怎么对这2个人的如果你回去还给他嘉奖什么鼓励就算了，以后也别扯了。来，林涛。强力的谴责中共每一次在我们台湾体育在国际赛事任何的表现跟出赛，这有什么意义呢？这2个人完完全全不分青红皂白就抢过来，然后在那边争，那也不是一个公开的颁奖的场合，它就是一个我国的贺电到了，然后想说跟选手拍个照。你凭什么来干扰呢？就很奇怪。而且就算是照他违反，也不是你来处理也不是你要告诉叫大会来处理，你来干什么？就是他就是来骚扰的。然后这2个红共呢，就是要回去表功。所以我觉得赞成周老哥的说法，如果这2个回去还要表功的，惩处严惩，甚至要判刑的，怎么可以每次在全球这样影响到这个两岸这的交流呢？我觉得非常糟糕第二个呢，必须要讲因为我们现在面临726的选前只剩2天，
大家有想说，是不是以前的周子瑜事件，是不是那种小黑天鹅已经游出来了？我觉得这确实在这个事件，这个短影会影响到大家对于726他们核心支持者的表态，会更生气嘛？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这些红共出来搞？很生气。可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哈。红共绿共我们都谴责，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红共始终是中共介选，人家台湾的民主，台湾人自己表达意见，你偏偏每一次都这么精准，在人家大选前1、2天就出来搞事，这样让我们这样拼死拼活，每次都是你在瞎搞，到底你是不是在帮绿共啊？还是民进党每次都透过什么关系叫你出来帮忙？太精准了吧！所以呢，这会分成2个层次。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绿共？因为第一个，之前我们在讲说曹兴诚2013年到北京，在北京会谈嘛，舔共的急先锋就是你曹兴诚嘛，怎么每一次中共都会帮你？是不是你根本就是中共的同路人或中共的自己人？然后呢，你现在要弱化台湾的民主，让中共有机可乘，弱化台湾的民主也是你绿共啊？怎么现在红共绿共是一家亲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超级生气。我觉得所有人在看短音就说又来了。那我觉得就算又来了，可是所有的人面对这个冲击必须要澄清。所以早上其实我们跟采薇都是跟所有的立法委员都讲，如果你现在遭遇到罢免，你自己也要发谴责中共的行为，然后呢保护台湾的体育员，然后保护我们台湾的体育，中华台北在全球的体育能够好好的让运动员不要受政治的干扰。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是会接受的，而且我必须要再次强调，台湾的民众面对这种小黑天鹅已经很熟悉了，他们有智慧判断，不会影响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不，就是说海外这些人，比如有的时候海外有些发生一些什么暴乱啊，哪些国家有问题，那有时候老公驻外使馆说台湾人也可以搭他的车一起逃难。我们虽然不在那个地方，看了心里也觉得是有感觉的，不是没有的。那你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这是大学生的运动会，你要去搞它，而且呢，上次讲周子怡就害了台湾一次。我昨天讲，我今天还要再讲一次。我提的是心有余这个气氛。侯友宜跟我选总统、副总统，最紧张的时候，手机开始响了，全台湾每个人手机都响了，说老共射飞弹。他其实射火箭，不是射飞弹。那他问题是你有一个动作以后，民进党就会抓着给你夸大嘛，夸大说飞弹，他会想说这时候你又搞飞弹干什么呢？侯友宜跟我的民调立刻掉了6个百分点。我们本来做都差不多的，不相上下，掉了6个百分点。就是你拜托好不好？你就少讲2句话，在台湾要选举，你不要有动作可以吗？也许啦，我在想着，也许老共是根本不在乎，老共对蓝也已经放弃希望，我认为他根本不在乎你了。但是没有蓝了以后，平常你说台湾民进党要注意这个搞罢免的，红绿直接对抗，你认为台湾会变成怎么样？红绿就直接对抗了。乌克兰当时就这样大家要选泽伦斯基择出来以后，现在乌克兰变什么样子？死多少人？国土被占领多少？就直接对抗的结果。你要直接对抗吗？好吧，这个采薇。其实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的确大家都很气愤，因为其实你从画面看得出来，那2位中国大陆的人士呢，他们是非常强势的，然后整个推挤动作，我相信在台湾是不分党派、不分蓝绿都非常的生气，所以其实包含国民党，然后还有包含民众党，第一时间都有出来谴责嘛。国民党讲的也很直接啊，的确啊，我们现在就是面对到中国大陆的压力、中共的压力啊，那在面对到压力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是团结吗？那这个时候，民进党更可惜、更遗憾的，他们绝对是会复制周子瑜事件呐，这是绝对不用有任何疑问的。所以呢，第一时间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峥就出来说什么？你看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会被欺负？就是因为蓝白砍预算，砍体育署的预算。不好意思，我要跟大家讲，今年体育署的预算是比去年还要多。你看事件一发生的时候，不去好好的去看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开始回来内部找敌人，然后一样又是中共同路人，又是蓝白3预算。
我觉得民进党今天呢，不管你要去怎么样强烈谴责中国大陆，去谴责中共，我觉得都可以。国民党也会去谴责，但是谴责之后，我们要去好好思考，那我们要如何在国际的赛场上面去保护我们的运动员呢？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那其实事实上，你从整个国际情势来看，其实这几年，尤其这9年来说，两岸关系就是很差。所以中国大陆其实在台湾是不分党派，对台湾的任何党派其实都是越来越强硬的。两岸关系差啊，那双方交流少啦，包含误判情势的状况就多啦。所以其实这几年不是只有运动员，还有包含我们的国际外交官员，我们在整个国际空间上面，我们可以发展，我们可以去做的空间，其实事实上是越来越少的。但是民进党执政党除了骂之外，能做什么呢？在台湾嘴的嘴，骂的骂，可是在国外是这一些第一线的运动选手去受到这些压力，去受到这一些欺负啊！执政党应该要去好好想想看一些对策，而不是嘴一嘴骂一骂就没了。因为上次因为老共讲的话，我在节目有讲，我说你少讲话。郭台铭不要讲话，记者问你也不要说，因为记者问我非答不可。后来不错，他们果然这段时间安静，没有讲话。今天又来了，我今天因为上午一大早坐飞机到花莲帮傅昆萁这个车扫，然后呢在飞机上要把飞航要关掉嘛，所以呢我一下飞机呢，这个就看到一打开我的手机，就看我的小编就来了，把这个消息给我，然后下面讲一句话。老共又来助攻了，这就助攻民进党嘛。小编也是，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到花莲以后，记者要问你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回来。好，现在到了这个选情关键时刻哈，韩国瑜陪王鴻薇车队扫街啊，然后呢说现在反正就是叫投不同意嘛，票投不同意啊。那戴希欣啊，他台北市议会议长，不过他代理国民党在台北市的座位，因为黄旅被关起来，到现在还关起来哈。戴希欣说，如果王鴻薇被罢掉，会重击蒋万安，甚至影响到2026。为什么重击？因为2026台北市长要再选啊，要连任要选举，因为呢，这是蒋万安的区，蒋万安的本命区，王鴻薇的区。王鴻薇为什么当时去补选？因为蒋万安选上市长了，所以缺空下来，王鴻薇才去这个松山中山啊，但是因为中山有40几个里所以呢那边是非常关键啊。那这个韩国瑜说呢，王鴻薇嘛，蔷薇嘛，是压不扁的蔷薇，非常有女侠精神另外呢，这个韩国瑜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因为民进党说国民党要什么，他要喊大本大成功，国民党喊大本大失败，那我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民进党听国民党韩国瑜讲的时候要想一想，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为什么这样讲那林右昌就骂黄国昌，说是这个还包括那个傅昆萁叫做大恶魔的头目，说黄国昌意思是呢傅昆萁的附随组织，就黄国昌跟着傅昆萁当小跟班小喽啰那黄国昌今天回呛说，你现在林右昌还做基隆市长，你现在连走进基隆都不敢当时发动罢免也是你然后呢现在都说不是，你敢回基隆吗？其实这个话是冤枉了傅昆萁。我讲实话，很多时候傅昆萁是听黄国昌的。对，立法院好几件事情，包括预算的统3也是民众党坚持的还有呢，譬如说本来呢这次这个他们修改选罢法，本来预备修掉修成罢免要比这个当选的时候多1票，这合理啊？罢免不应该比当选的票多吗？为什么我10万票当选，你7万票就可以罢免我呢？这是什么道理？我有辩论我都不怕你，但是当时民众党是反对的，所以国民党也就不敢提了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民众党的坚持，那国民党为了顾虑两党的和谐，所以呢傅昆萁就听了黄国昌的，而不是黄国昌听了傅昆萁的。你林右昌不懂这个道理吗？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吗？好吧，
赖清德常会还是停罢免。朱立伦说，民进党已经变成新潮流，潮就是曹新成的意思，尾巴咬狗了现在变成了曹新成这个咬你们曹新成呢讲什么你们都得听那赖清德说，大罢免的最后一里路要加油。那黄国昌这叫做打人喊救人你脸皮是钢板做的原来都说什么民间团体，最后终于自己跳下来了，也不演了那另外南部民进党委员很轻松，因为没有人罢免他而且南部也没有国民党委员所以也没有什么被罢的，所以他们都到北部来跳舞，来这个要罢叶元之，叫做业力转向什么回向罢免舞就是业力整个业力那这个说叶元之呢骂叶元之说罄竹难书叶元之又很气，就骂林俊宪说你在台南搞那么多看板王看板不要是台南看板王，不要来丢脸。叶元之讲的是说，我查了资料，我质询了129次，林俊宪还质询了65次，我比他多了1倍是他的2倍，所以呢，这个林俊宪还有一次我不开会，请他不要自己打脸。那你为什么要问他？为什么你不问政？质询那么少我们看一下。谁站中间？众星拱月，你是主角。怎么变你在旁边啦？快把你是主角。好，在野全明星力挺王宏威，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合体再催票。希望7月26号。大家能够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票。站在王宏威身边，让王宏威信心加倍。但面对前总统蔡英文前一天发文，只字未提大罢免大成功或者同意罢免，韩国瑜神回应，但又不小心说太急。国民党喊大罢免大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民进党成功要听妈妈的话。国民党大失败，这口误不知道是被王宏威传染，还是赶着上战车车扫催票，话讲太快，但不影响支持者力挺，挥旗呐喊，很卖力。搬出大咖，场面就是不一样。最后关键，绿营也卯足全力。上市前一天，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到桃园宣传大罢免，就形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像是大恶魔的头目，后面立委就是附随组织、小跟班和小喽啰。赖清德不是说这是民团发动的吗？我从头到尾看到都是林右昌在操盘。林右昌去年率先在基隆搞大恶霸，被基隆人打脸了。现在连基隆都不敢走进去了，大恶霸就是民进党选书翻桌的恶劣行径。世轩，黄国昌最近是很辛苦南北奔波这声嘶力竭我想不只是国昌委员这蓝白两党所有的党公职都很辛苦，全台湾到处跑。我觉得这个林右昌他应该是急了。为什么我这样讲？除了他朝思暮想的新北市市长选举以外，这一次如果大罢免大失败，第一个滚蛋就林右昌。上一次基隆，大家如果回想一下，他介入的多么深，到最后发现苗头不对，想要转身，结果基隆的市长这个谢国良是安全度过。这一次也是一样，他苗头指向黄国昌去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民进党最近都喜欢用大家去观察魔头啦、魔族啦。今天民进党的发言人发了一个什么样的脸书文？刚刚前面大家有提到这个运动员在德国遭受到中国代表队这样子非常暴力的事件他发说，他截图了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脸书然后他发了一个文，他说魔族模仿人类说话，目的就是为了捕食杀害人类，意思就是我们都是魔族，我们讲的都是在假装，他们讲的才是对的。从不管是海外运动员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遭受到暴力的对待这件事情，你回头看台湾，我们国内民进党是一直不断讲说，针对内政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对国际、对这些对外，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我们完全认同了。所以今天你看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是民众党、国民党，甚至我们的党公职，我的脸书、连涛脸书，大家都发文谴责。但是对不起，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你们发这个都是假的，那是因为你们大罢免已经快要大成功了，你们会紧张，所以才发这个，你们是魔族。请问一下，当我们今天真的要团结一致对外的时候，又是谁在国内找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大罢免走到今天这个伤害是非常可怕而且永久的。刚刚前面提到王宏威委员，大家去观察一件事情，大罢免真的主力在打的这些国民党立委都是有战力的，而且年轻一辈的新世代的，不管徐巧芯啦、王宏威啦、刘许婷啦，台中这几个年轻的立委都一样。
你有看到民进党这些侧翼组织或者是这些网军啊、媒体疯狂攻击什么台东的啦、南投的啦，基本上很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战力嘛。今天他们在立法院这一次的立法委员，不管蓝白，在立法院里面的监督力道是非常强的。刚前面也提到立法院的运作，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3党不过半，也因此2个在野党会有很多路线上面的合作。不知道谁这个没有谁是对或谁是错，而是说在路线上可以做讨论。那也因此我们的立法院可以有更多中道、中庸的路线走出来，这是过去没有办法，过去是2极化，所以现在在立法院没有谁听谁的。林右昌这个就是完全自己自乱阵脚，然后这个完全就是乱攻击而已。所以这次我觉得走到今天剩下2天、3天的时间，马上要进入罢免了。我比较担心的是，罢免过后的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仗放得下吗？蓝白跟绿朝野之间还有可能可以静下心来合作吗？现在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你刚刚看到我刚刚跟赵大哥借的这个手板，北上跳舞的有谁？林俊宪，不好意思哦，你的选区现在的事情解决了没有？你还有心情在这边跳舞？你在跟我开玩笑？总统不关心就算了，卓荣泰不关心就算了。你自己当地的立法委员，你现在是胸有成竹，反正陈亭妃已经被你们吼起来了，你还有这个时间跟精神跑到台北来跳舞，这完全就是民进党乱搞。从最前面提到的关税，到刚刚提到的国际事件，到现在的大罢免，现在民进党满脑子就是怎么样可以完全执政，可以消灭所有的在野党，这是他们唯一的考量。现在林俊宪来到这边了，叶元之也完全搞错重点了。我坦白讲，你要骂的不是他帆布的量，你应该要骂的是你的台南乡亲怎么办。这才是关键。反正民进党现在只想赶快一统江湖，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欧爷，是这次的这个大罢免，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民进党大概就是针对几个我们国民党特别有战力的委员，王宏威、徐巧芯，还有牛许婷，那么以及这个甚至我觉得他们也是，当然现在是对。罗志强好像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大概就是他们的瞄准目标哦。另外还有傅昆萁啦，虽然说傅昆萁委员，我觉得他在花莲相对来讲是安全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他们其实也是卯尽全力的去攻击傅昆萁。那么在中间当然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很 strong 的一个监督力量去监督民进党，所以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想要把自己席的委员把他干掉。那么之后呢，他们可以掌握了过半数，那么就可以控制国会、控制立法。他们一旦控制立法，那现在的其他行政、司法、考试、宪法，反正也都是他们的权力底下，那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在这里这个希望能够提高大家的这个福利待遇，我们要力抗不让美国的这个来牛来猪开放等等，这未来这些全部都会被民进党政府这些限制条件都打破。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说这一次的这个7月26号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最重要的就不只是捍卫台湾的民主、监督制衡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国民的健康，为我们社会的安定以及国家的这个安全利益各方面要去做最大的保护。所以如果说让民进党政府得逞的话，那我看一切都是空谈。徐小姐再回来。